在中国海警局15号出台《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仅2天后，菲律宾便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并危险接近、蓄意碰撞中方正常航行的船只，试探闹事之意甚浓。对此，中国海警首次对菲船只实施登临检查。当晚，菲方也承认行动失败。 而菲律宾媒体披露的诸多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中方是如何合理合法、专业规范的执法，以及菲律宾挑衅行动的幕后秘辛。当地时间17号傍晚，菲律宾在一份官方声明中承认，因为中国海警船只的所谓干扰，菲律宾方面未能对其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军舰进行补给。 当天，中国海警连续3次就菲律宾船只侵闯仁爱礁一事发布消息，全面说明事情原委。最早一条快讯在凌晨4时27分披露中国海警依法对菲船只采取管制措施，第二条则是早上6时54分。消息显示，5时59分，菲运补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以不专业方式故意危险接近中方正常航行船只，导致发生擦碰，责任完全在菲方。当天下午17点41分，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在谈话中披露更多信息，强调中国海警对菲船艇依法采取警告拦阻、登临检查、强制驱离等管制措施，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根据公开报道，这是中国海警首次对菲船只实施登临检查。深圳卫视查阅资料发现， 登临检查是海警机构实施海上行政执法时的执法手段之一，作为海警机构执行海上安全保卫任务时的一项重要手段，对于维持海上秩序及维护海洋权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登临检查也体现了海警在某海域的执法权。 相较于中方的及时通报、事后说明，菲律宾政府却在事后一反常态地保持沉默。菲国防部也没有提供碰撞发生的细节。而隔天，菲律宾媒体 GMA 新闻以及巴拉望新闻则披露了诸多现场细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方是如何专业规范的执法，也可以了解菲律宾此次行动的幕后，以及非官方事后缄口不言的原因所在。 GMA 新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与此前的行动不同，这是菲律宾武装部队的一次行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了秘密支持。此前，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拉也声明过补给任务的军事性，这意味着行动计划是菲军西部军区司令部策划实施的，属于纯粹的军事行动。菲海警只负责在远处打下手，也就是菲方所说的秘密支持。 尽管菲方对此次行动方案做了充分谋划，但仍以失败告终。报道称，菲律宾武装部队从不同的入口点部署了6艘船只进行补给任务，也就是说，菲方原想分进合击，从6个不同方向冲向非法坐滩的军舰，没想到中国海警全时戒备，严阵以待，一艘飞船也没突击成功。中方处置时，一艘非指挥母船被中方船只从4面包围并拖走，一艘刚性充气艇被戳破，剩余4艘刚性充气艇被抓扣，后经谈判获释。 而据巴拉望新闻报道，中方登上了其中一艘刚性充气艇，并缴获菲律宾士兵的8件武器。值得注意的是，这8件武器不是小型武器，全是大威力的自动步枪。 菲律宾武装部队本次出动的补给艇，先是危险接近，接着蓄意碰撞，还持枪对抗，不过都被中方专业规范的处置。在被中国海警依法处置后，菲律宾只得转头抱紧美国大腿。据美国务院消息，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17号与美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通话，双方共同表达对中方的所谓共同担忧，美方还重申对菲律宾的安全支持。 那么菲方这次的行动，我想延续了今年以来的一些新的特点，比如说行动的模式表现出多艘船只协同配合，那么并且也表现出企图故意制造摩擦冲突的一种危险性。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些政治上的造势和舆论上的宣传来进行配合，目的是想要扩大影响。那么菲律宾方面承认补给失败，并且谴责中国海警，恰恰表明中国海警对于菲方挑衅行动的管制措施是有效的。 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对深圳卫视表示，中方采取登临检查措施，既是对菲方挑衅行为的强有力震慑，也是行使国内法和国际法赋予的职权体现。面对菲方日益升级的挑衅行为，那么中方也不得不采取更加有力和更为严厉的管制措施。那么通过登临检查，那么中国海警向菲律宾方面发出了明确的警告，那么表明任何形式的侵权挑衅都是徒劳无益的。那么中国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本月15号，中国海警局出台的《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开始实施。该规定涵盖海上行政执法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是海警机构开展行政执法工作的基本规范，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海上秩序。施行此类规定是国际通行的惯例，并不特定针对某一国家。但自程序规定颁布以来，菲律宾方面主动对号入座，马尼拉组织一些活动人士上街游行抗议，炒作所谓中国海警船可以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抓人，挑动非国内涉华极端情绪。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还煞有介事地向非渔民喊话，让他们不要害怕。有菲律宾智库分析，马尼拉之所以反应这么大，是因为程序规定使菲律宾向仁爱礁运送后勤物资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这也证明菲方所谓维护渔民利益是假，妄图在南海谋取非法利益是真。值得警惕的是，就在菲律宾侵闯仁爱礁当天，美国、加拿大、日本和菲律宾在菲律宾所谓专属经济区内进行为期2天的联合海上演习。日本共同社报道援引日本海上自卫队消息称，美军派出约翰逊号驱逐舰与巡逻机，加拿大和菲律宾军方分别派护卫舰与巡逻舰，日本则出动雾羽号护卫舰。演习围绕通讯和战术层面进行了训练。美国太平洋舰队官网也发布消息指，此次演习的一系列海上活动测试和验证了各国武装部队的理论、战术、技术和程序的协作性。美方还特别点出，演习目的是再次确认保护航行和飞行自由，重申4国对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承诺。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任何军演都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不应损害地区国家间互信，破坏地区和平稳定。